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突发节目啊。那我们今天的突发新闻是，川普总统宣布更换国防部长，展示执政决心啊。那么这是一个突发新闻，川普总统是中午12点半左右啊发一个推特，他说宣布他更换国防部长，他这么说，他说很高兴的宣布。备受尊重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将立即担任代理国防部长那么克里斯托弗会做得很好，Esper 已经被解雇我感谢他的服务那么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么 Esper 是2019年的7月份开始担任国防部长，他其实他已经退伍他已经是退伍，他在做国防部长之前，就是在2017年到2019年是担任这个陆军部长，那么后来他已经退伍了退役了，应该叫退役了。然后川普总统任命他做国防部长。那么在此之前呢，其实一直有消息说这个川普总统会更换国防部长。那么今天是有一个政治分析员就叫 Josh Rogin 他已经发推特，今天的时候说说今天川普会换国防部长，还会换谁呢？中情局的局长也会换也会换。那么现在中情局局长还没宣布但是国防部长已经宣布了那么 CNN 说 Esper 跟这个川普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行了说这个几个星期之前Esper 已经向川普总统递交了一个辞职信因为他也知道川普可能会解雇他，所以他先交了辞职信那么原因是什么？川普跟 Esper 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主要的矛盾是在这个 BLM 的运动期间其中有一件事情对川普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就是川普说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平息各地发生的这个骚乱他讲完之后 Esper 就开个记者会说他怎么说呢？他是说这个他不支持用现役部队来平息这个抗议活动引发的这个骚乱。他说呢，军事力量只能作为执法的最后阶段，他不认为现在美国已经到了需要动用部队的这个地步他这个说法呢一说出来呢，那当然作为总统那么他作为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僚，那么国防部长开记者会打他的脸川普总统不可接受，所以一直BLM 运动之后这个一直就有消息说川普总统是要换国防部长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川普总统的这个阁员当中 Esper 是比较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这个民主党他政治上其中还有除了这次 BLM 运动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日常的一些举动让 Esper 和川普这个共和党的团队有点格格不入这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原因那么川普总统的任期剩下了2个多月，那么他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换国防部长？这2个月都忍不了嘛？那早就该忍了。你看6月份到现在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换，要剩下2个月的时间他要换。那么这里有2个原因我分析第一个，川普总统这个时候换国防部长，表达的是什么？表达是他继续执政的决心，也就是说，他绝不接受现在的选举结果，他认为他已经赢了，他能够继续执政。他其实向大家说的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赢了，我会继续执政，所以我就这个国防部长我该换我要调整就调整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当然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川普的团队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要抗争啊。那么外部的政治压力非常的大，那就要求什么？内部要更团结。那么内部要更团结，那清除那些他认为非我族类的成员。那么非我族类的成员可能就是 Esper， 就是川普总统认为的非我族类的成员。你想 BM 那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川普总统说我要动用军队 ，Esper 跑出来说不行，那他觉得他是非我族类，所以就把他换掉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那么还有，当然，如果从舆论的角度来说，川普总统是舆论高手，这个没有疑问啊。他和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翻脸翻了这么多年，4年以来，大家都不喜欢对方。那么，川普总统是靠推特来管控媒体啊，管控舆论，不叫管控舆论，叫舆论控制啊。那么他也知道，其实在这个关键时刻，他需要这个舆论的关注啊。如果舆论不再关注他，他就会被边缘化。其实实际上对于他后面的这些抗争是不利的，所以他需要一些爆炸性的这种动作，来继续吸引这个媒体的关注，这个很重要啊，这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川普总统不能够持续的推出一系列的政策，让他仍然被整个国家关注的话，他后期的抗争是会被忽略的啊，被忽略的。所以呢，我估计，我认为，一方面是要保持一定媒体的关注度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把他不高兴的人换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你通过这个动作表明什么？表明川普总统会把剩下的任期全部用满，他会推出很多政策。所以之前我说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啊，就是说讲这个川普总统的未来的任期在两岸关系当中啊是一个高危期，这是傅高义讲的。傅高义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傅高义认为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是很混乱，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他任期结束是个高危期啊。他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川普总统的政策，但是其实他说对了，至少有一点他是说对了，就是川普总统不会在他剩下的任期无所作为，他会把这个任期用满，会推出他想推出的所有的政策，一方面表达他继续执政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也吸引媒体的注意。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完成他想完成的任务啊，这是川普总统。所以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政策会继续往前跑，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两岸关系啊，两岸关系最新的动作是什么？最新的动作是这个叫什么？你看一下啊，最新的动作就是已经美国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组去台湾啊，帮助他们训练啊，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组啊，你可以看到啊，美国其实在这个领域完全没有停下来，所以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两岸关系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事情发生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关于昨天啊，昨天跟今天都有网友提出来，为什么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向这个拜登发贺电啊？那么我当时的解释就是按照正常的理解啊，就是说美国总统胜选应该是由这个选举人投票啊确认他已经胜选，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么今天有一个网友在我的留言当中说美国有一个，哎呀，我忘记那个名字了啊，
他这个部门这个机构是专门确认总统当选，他说这个总统拒绝确认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机构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拜登只是被预期他会胜选，但是他理论上还没有胜选啊。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这个问题，他这么说的啊，他说CNN 在记者上问中方在美国大多数媒体宣布拜登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之后，很多国家已经向拜登致贺，中方迟迟未表态，原因是什么？是否觉得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仍不确定，或者有其他的考量？中方何时会发去贺电？汪文斌是这么说，汪文斌说，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就是大体上跟我讲的原因是一致的啊。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将按照国际惯例办理。国际惯例办理就是你真的确定了，我再发去贺电，就这个意思啊。然后他说，我们历来主张中美双方应加强沟通对话，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啊。这就是中方的态度啊。中方态度也就是说中方会等到这个法律上确定这个有一方胜选，他们才会正式发出贺电这是他的意思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我们今天做的突发直播就到这里，主题就到这里。那么现在我看看，我们还是老规矩，10个啊，我来看一下10个10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后台没办法做整理，我就看一下，这效率就没那么高了啊，还是需要观点。中国将会给川普紧急换票，把部分真票换成假票。哇，这种假设，这个假设很特别啊。这个我没有看到证据，我们就不说了，好吗？提问：王老师对于拜登重返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其实广东话叫有辣有唔辣，就是有辣有不辣。就是说，川普总统退群的这个行动他有很多退群的行动。那么主要的我们看到有第一个退群当然是 WHO 第二个就是巴黎气候协议还有一个退群就 TPP 我们主要讲这3个。WHO 当然是出于义愤来退群出于义愤来退群，其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川普总统认为 WHO 已经被中国渗透控制了，那我给那么多钱，但是你又听他的，那我凭什么这么干？所以我退群。当然也是川普总统退群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表达就是在疫情方面对美国损失影响这么大，但是 WHO 他认为 WHO 是有很重要的责任，他要 WHO 承担责任的意思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退群合不合理？这个退群老实讲这是个政治决定就没有合不合理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一个政治选择。如果你要做一些计算的话，那你也去做一些工作嘛。我觉得工作不是不可以做的，关键是别人做了工作，你没有做这个工作，别人得到了工作的好处，你不高兴你也可以不高兴，但问题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也去做工作把工作做到位，那你就可以做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美国不能够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还是要去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投入资源去做工作，这个很重要。光给钱搞定，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啊。所以 WTO 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巴黎气候协定。巴黎气候协定，美国退群其实是得罪了整个欧洲啊，整个欧洲，或者说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得罪了整个西方世界。因为大家知道，对于气候变化的这个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议题，是全球的议题，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更加关注。那么在这个议题上，美国退出来，当然这就是基于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来做出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这个决定不好啊，不好，就是很粗暴啊。美国需要盟友，美国在所有的世界事务当中都需要盟友，你不能够说我只想我自己，那不行。美国会成为一个世界上的领导国家啊，获得领导地位，从而获得领导地位所拥有的利益，那你必须承担国际义务。那么如果你不承担国际义务，那你很多的国际地位也好，国际利益也就不应该获得。所以你不能够光想好事儿啊，不能够不承担义务啊。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它是不明智的啊，不明智的。退出气候协议是不明智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TPP 到底是什么？ TPP 其实是奥巴马政府在面对中国崛起这样的这个情况下采取的一个经济围堵措施。 TPP 其实是把贸易和人权状况和普世价值观结合起来，变成一个这样的联盟。这种联盟其实是封杀中共的，封杀中国的啊。这个 TPP 这个协议啊，那么其实这个 TPP 的协议真的要是能够形成的话，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它比脱钩的杀伤力还要大。所以川普总统退群 TPP 退群，我是非常意外，非常意外。我不知道那个莱特希泽怎么给川普总统建议的啊，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对付中国， TPP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或者是平台，但是这个美国一退群，把日本晾在那儿啊，所以推 TPP 变成一个我们叫什么，叫这个烂尾楼。 TPP 现在其实变成了一个烂尾楼。其实美国应该尽快的重新加入 TPP， 成为 TPP 的一个领导，用回这个，它比脱钩的战略更有效，因为它的这个进程，美国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代价，没有付代价，而且它已经差不多已经快成型了，就是楼已经盖得七七八八了，突然一下，资金撤走，就变成烂尾楼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国际组织的退出，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都不大支持啊，我都不大支持。观点：多个州法庭否认川普指控，在知道翻盘无望的情况下，他这个不理智行为更应该理解为破罐子破摔。破罐子破摔不能这么理解，他换国防部长不能叫破罐子破摔，换国防部长应该是一个有作为的表达，就是我还要做事，是一个这样的表达，不算破罐子破摔，我不同意啊。节目的机动性提高非常好，老师这段时间辛苦了啊，还好，我昨天休息的很好啊，昨天休息很好，所以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发现每个星期能够给我一天休息时间，
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安排。我这一周我就觉得会恢复过来啊。我再看一下啊，大家在前面打上观点两个字，没有观点两个字，没有提问两个字，我就不说了，好吧？嗯，都没有写观点哦，我就咽不下去了。你们要加上观点两个字啊。那大家在聊天，聊天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还有问题吗？再给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问。提问，毛老师你好，川普换国防部长是要准备动用反叛乱法吗？我不觉得是，川普总统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这跟没有这样的迹象。问题三战几率大吗？有什么迹象会发生三战？看不到吧？现在已经不需要打世界大战了，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个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的，我们说战斗冲突也好，武装冲突也好，你说它是一场战争也好啊，那当然其实是一个小规模的战争，或者是你讲它是一种武装冲突，你可以看到其实现代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谓的世界大战这种形式，我觉得人类社会已经开始避免这种大规模的用人之间的进行这种战争啊，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变化，所以不那么容易发生。我的天，问题就来了，是吧？不容易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啊。好，我去沿着这个往下读。川普要把台湾卖给习近平，不靠谱吧？这个观点没有依据。据说 Esper 解职与疫苗有关，据说有依据吗？我没听说。川普宣布更换国防部长的意图是什么？我们个节目就是在讲这个呀。观点终于遇到一次突发节目直播，王老师辛苦，还是说一下我在法国媒体看到的新闻评论。川普这个措施是不为和平交接做铺垫？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相信，川普总统不会做和平交接的这个决定。为什么？很简单，第一，如果川普总统不想和平交接政权的话，他现在要做的更合理的行为是什么？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诉讼，把这个他认为出现选举弊案作为一个诉讼来解决，在法律诉讼的这个平台上解决，他就会干什么？他就会推动一场社会运动，用社会运动来破坏现有的建制，施加政治压力，让对方屈服。这是另外一条路，那是一条暴力的社会运动的路，那后面的情况就不可控。所以我为什么之前讲，我说这个2个候选人，我做这个，大家记住啊，我做节目都有时间节点的，在那个时间节点之下，当时有当时的情况，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评判或做出评价，后面的事情会发生变化。那么有些网友会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来想，你怎么说他没有？他明明有了。那我说的那个时候是没有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我们要看一下时间啊，我们那个节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啊？这是第一，因为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这个非常瞬息万变啊，有些情况发生变化，我们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那么你想一下，当时川普总统上来就宣布什么？宣布我们会进行诉讼。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他不会选择推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顾全大局，这就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政治责任感。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在这件事情上，川普总统的政治品格是好的。那然后就有人在质疑说，王老师，你说川普总统的川普的真的好他的政治品格是好的吗？我不知道，其他领域我还没有说，我只说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川普总统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好的政治品格。OK 啊，所以其实我当时是很清晰的表达这个意思啊。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如果他法律诉讼这件事情他败了，我相信他会和平的移交政权。为什么？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这个发展的方向。当然，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发展，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做出现有的评价，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相信川普总统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推展，否则的话他不会现在是这个样子啊。提问：川普宣布，又是这个，现在更换国防部长，是不是担心最后状态失控，军队是最后的屏障？大家记住，不要把美国的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比。美国的军队服从什么？服从他的总统，总统是美国军队的三军总指挥啊，总司令。同时，美国的军队这个服从美国的宪法，它是国家的军队啊，所以它不是服从于，它不是为某个政党服务的。所以大家想一下，在 BLM 运动当中，川普总统说我要让军队来平息叛乱骚乱。他的国防部长会走出来说，我认为不对，不应该动用军队，这个时候军队不能出来，理解吗？国防部长也是根据他的政治判断来做出选择，所以他今天被换掉。但今天这个行为本身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军队并不是被政治利用的，他还是要为国家服务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是出于这种考虑啊。我不觉得美国现在有状态失控的这种情况啊，美国没有那么脆弱啊。很多人在批评说美国民主制度很脆弱，这个很脆弱，那个很乱，这个很乱。美国没有那么脆弱，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国家理念、美国的制度、美国的系统非常的强大啊，所以这一点我是确认无疑啊。当然有人怀疑有没有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也不见得它就脆弱啊，你说是不是啊？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中共是明智的不刺激川普 ，OK， 我同意是这样啊。提问：川普宣布，怎么又来了？这是不是说明王先生直播都是墙内啊？现在在墙内都在睡觉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都是谁我刚才打卡好像哪儿都有啊。问题，王老师，您觉得这是在川普的计划外还是计划内？不好说。为什么？我经常讲，川普是个富二代啊。富二代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富二代的人的特点是，他们是按照需要来做事，不是按照逻辑来做事。所以他们经常你看到富二代的行为特征就是，想到哪儿是哪儿。所以我不觉得说川普总统会在6月份的时候规划好。到11月份把这个 Esper 炒掉，我不觉得川普会有个这样的计划，
因为他的行为根本不是这样的行为逻辑啊，所以我不觉得是。王老师，您预测川普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不知道会不会换 CIA 的局长？我觉得如果他要换的话，可能会过2天就换掉 CIA 的局长，或者是会，我觉得川普接下来会持续的推动一些政策的落实跟实施吧，我觉得是这样。提问：习近平为什么还没有祝贺？你没有看节目吗？我们刚刚讲完，你是不是刚来？等一下把前面的节目看一下好不好？提问：王老师你好，根据您的判断，川普目前的心态怎么样？这是个好问题。我们讲完这个就结束了，好吗？我觉得蛮矛盾吧。对于川普来说，现在这个局面是他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我不知道他手上的证据怎么样啊。如果他手上有很有力的证据，那么他心情会好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他走了一个过山车的一个这样的心情。大家知道，在2点钟之前，川普是领先的啊，基本上在剩下的州基本上处于领先状态。那么2点半之后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啊，有些地方开始停止机票，有些开始翻蓝，所以过了个山车啊，这第一个。那么我觉得当时和第2天川普都很愤怒，川普应该是处于愤怒的状态。我觉得从星期天开始，星期六开始，川普开始冷静啊，开始做一些部署啊。我觉得有2点，川普的性格啊，川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啊，他性格很坚强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不服输。所以你可以看，就是当媒体都在宣布这个拜登当选的时候，川普马上发个声明，说美国总统是美国选票决定的啊，是选民的选票决定，不是不是媒体决定的。所以其实川普的团队还是很有战斗力啊，这个这个没有疑问啊。那么现在他的心情应该非常的矛盾，因为他处境的确是很困难，因为时间对他不利，时间在往前推啊。他手上的工作很多啊，他需要做的工作是，他要比对手要做的事情多而且困难，所以他会有一点压力，也有一点沮丧，但是他仍然很坚强。我觉得是大概我分析川普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不要骂人，什么跳梁小丑啊，这种文革语言我不说啊。我最后念一个观点：川普可以提起司法诉讼，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法治国家。但如果真的在某个州重新点票，而且川普真的翻转，那将是民主制度的重大创伤。我相信这次个别零星的舞弊存在，但是创造几十万假票的情况应该不存在。如果川普真的反败为胜，那么专制国家将对此大做文章。那些长期被洗脑的中国人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鬼话，后果不堪设想。我不大同意啊。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排除任何可能性，因为现在你排除可能性是不存在。你说某种事情你得证明，排除呢，那你就没办法排除，逻辑上是不成立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如果真的出现了大规模的假票，就否定了美国的制度，我觉得也不成立。为什么？没有啊，他自己的制度问题他自己的发现了，不挺好的吗？至少比那个假系统要强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是有问题就要发现并且纠正，这才是有生命力的制度啊，掩盖是不行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突发性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